大家下午好啊！今天呢，在这里给大家做了一个算是终结篇吧。就很多人说这个 P320 走火，然后包括365，给大家说为什么觉得它不太会容易走火。今天呢，就做一个对比视频啊，就是什么对比呢？就是咱常说的这个最不容易走火的手枪格洛克，对吧？和所谓最容易走火的手枪 P320，咱们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内部构造。今天给大家一探究竟啊，这两者到底有什么样设计上的区别？会让人觉得，格洛克更安全，而320更容易走火。废话不多说，展开我们今天的视频。好，这里啊，就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320和一个 G45啊，格洛克，基本上内部构造，无论是320的变种也好，格洛克的变种也好，内部构造呢是一样的。所以说呢，在这里呢，给大家做一个详细对比。好，在这里先说结论啊，就是保养的这个程度呢和这个枪的可靠性呢是成正比的。所以说，枪械大家不要说人云亦云说这个320就一定不安全。但是这个呢，我之前视频给大家说如何自己排查自己的320是不是安全。同样的，格洛克大家也不要被神化。如果说保养不得当的话，格洛克一样有非常高的这个走火风险。好，这个呢扯远了，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啊，我们从上往下讲。我们先对比它上面的这个部分啊，上面的话，其实这是格洛克的这个设计，大家看到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firing pin 啊，对吧？它是自带弹簧的，对吧？拉满劲儿，然后松开，然后如果说这里是有这个 firing pin block， 就是所谓它这个撞针保险解锁的话，顶上去的话，它这个机针大家可以看到是可以通过这个弹簧的力给弹出来的，对吧？这个没有任何问题。那这里有个小细节，大家注意一下啊。我把这个按下去之后，我把这个撞针啊，给它放到激发状态的话，它这个撞针它不会自己复位的，它没有这个复位弹簧，看到没有？我需要手动复位的，对吧？靠重力，它可以回来。但是如果没有重力的话，它是回不来的，对吧？好，这个是格洛克。然后大家看一下320啊，这里320呢，其实在这个基础之上呢，在格洛克基础上是有改进的。大家看一样的，这里是它的一个撞针。对吧？你拉住了，然后释放，对吧？这是有弹簧力的。然后呢，它的这个撞针保险装置呢是这里是这个铁片啊压下去的，这个我之前给大家讲过了。这两个呢都是有弹簧力的，我压下去松手它会弹回来复位。这个格洛克也是一样的，对吧？都是有这个弹簧复位的。好，那说到它的撞针部分了。那如果说我把它压下去，撞针保险解除，我把它这个撞针推出来之后，大家看到撞针推出之后，它里面是有弹簧力的。我松手，它弹簧是回位的。它可以自己归位，对吧？所以在这一点上啊，这个320理论上来讲，要比格洛克更安全一点，更难发生 slam fire， 对吧？叫撞火还是叫什么？这个东西懂的话，大家在这个弹幕或者底下留言啊，对吧？这个是几率会更小，理论上来讲，对吧？所以说从设计上来讲，这个部分加分，对吧？320加分。格洛克呢，因为设计的比较老，它这个并没有这个机构，对吧？不会自己复位啊。好，这个呢跟这个365一样，365它也不会复位的，这个各有利弊吧。所以说这个呢，我只是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，我觉得这个设计320更好一点点。好，这是上面的这个部分。好，那我们来讲这个下面的这个机匣部分。下机匣这个是 P320的，无论是你的 M17也好 M18 也好 P320也好，各种各样变种，其实里面的构造基本是一样的。首先，如果说我扣动扳机的话，对吧？这个地方，这个所谓的这个 sear， 就是中文应该叫它的这个扳机解脱杆，对吧？会沉下去，沉下去的话，它就是直接释放这个扳机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弹簧的势能，然后从而这个让这个撞针激发，对吧？不懂的话可以翻看我上面2期视频啊，有详细的讲解扳机里面撞针里面的详细构造。所以这个呢，单纯的作用仅是激发，然后另外呢，一个就是我的这个扳机杆，这是联动这个扳机撞针保险和抬上去，就解除刚刚我说的那个保险。但是这个枪有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家经常所诟病的，我在没有碰扳机的情况下，我的这个扳机释放组铁啊，是可以自己沉下去的，对吧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可以沉下去的，而且自己沉下去的过程中，对吧？自己沉下去的过程中，它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可以看到呗，
这个扳机组铁保险，它这个金属也会抬上来。看我没有碰扳机，没有碰扳机，对吧？它也会自己上来，所以说有这个风险，对吧？然后这个 disconnector 啊，压完了之后，你就可以复制，对吧？大家看到了，好。再看格洛克啊，格洛克的这个呢，这个设计啊就非常有意思了。它的这个撞针呢，我给大家复位一下，它复位是这样，复位之后的 trigger bar 会上来，然后它的这个 trigger 它是没有弹簧力的，看到，压下去之后它是不会自己复位的，它本身自己内部没有复位的这个力，这个复位的力是从哪来的呢？是通过给大家看这个位置。看到没？这个地方有个小金属的隆起，看到了吧？这个位置呢，相对格洛克的，就是这个位置，这一片铁，看到了吧？当它在滑动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拨动这个金属的这个小片儿。然后大家看这个扳机的侧面，对吧？这个扳机的这个连接处呢，它是沉下去的。如果说这个枪处于附近的状态的时候，刚刚说的上面那个部分会挤压这个，往这个地方方向挤压，就是我螺丝头指的方向挤压，往下压。然后大家看这个地方的这个 trigger bar， 它会抬起来，抬起来会导致什么呢？抬起来就会导致后面的这个扳机的这个 sear， 就是这个扳机释放的这个组铁，它会抬上来。抬上了这一点，大家看到，其实就一点点空间，对吧？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看这个金属片啊，它会抬上来，抬上这一点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让它抬起来，然后勾住你的这个格洛克的这个扳机，撞针，让它这样勾住。勾住的话，当它在上自己附近的时候，半自动装填的时候，它就可以勾住你的这个扳机，对吧？然后扳机往前勾的这个力，就可以让这个扳机进行这个复位，对吧？扳机你就复位了，看到没？就给大家做一个展示。然后激发的过程中，disconnector 激活，然后枪复位，复位的过程中带动这个整个这个 trigger bar， 就整个这个进行一个复位，你的扳机就复位了。如果没看明白的，再给大家演示一遍，对吧？解锁，然后它进行复位，看到没？它就复位了。所以这个扳机复位的力靠的就是这个附近簧啊，大部分力是来自附近簧的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格洛克底下的这个对比是什么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大家老生常谈的所谓的这个扳机保险。其实扳机保险这个构造特别简单，就看这个地方就行了。看这个地方，对吧？这个地方有个小金属的这个不是塑料的一个东西隆起来的，所以这样的话，如果说我不碰这个扳机保险，它是卡在这个这个握把这个下面的，对吧？然后我一碰这个扳机中间的这个扳机保险，它沉下去的，看到没？沉下去了。沉下去之后，我这个扳机就可以往后压了。所以这个设计啊，就是这个是非常简单的，就没什么复杂的机构。所以不要把这个扳机保险给神化了，只是说你没有触碰这个不能往后压而已，仅此而已，对吧？对于里面内部来讲，其实没有任何关系的，只是说它能不能压往下压而已，对吧？然后再说，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就后面这个 sear， 我往后压的时候，它会往后有一个非常长的行程，看到没？这个角大家应该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。往后有一个很长的行程，然后才往下沉，看到没？往后走，然后二道火了之后才往下沉。为什么很多人吐槽说格洛克的扳机跟粑粑一样啊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因为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，你在扣动这个扳机的时候，其实从这个枪上面的角度来讲，你的手指也在扣动这个，也在扣动一部分这个力。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它这个扳机非常重啊。或者换句话来讲，假如说你没有在扣动扳机的情况下，扳机完全复位的情况下，它的这个撞针的行程少这么一节，看到没？就从这儿到这儿这个距离，它的撞针行程会少这样一节。这少这样一节，它会不会导致激发呢？我个人认为，即使少这么一节，如果说意外情况发生的话，它仍然会激发的，因为它这个挂的这个距离还是够长的，
我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，看到没？尤其观察这个地方，它那个 trigger bar 是会先往后移的，看到没？先往后移，然后到这2道火之后，它这个扳机才会往下压，往下压才会释放这个击针啊。对，才是释放击针。所以说这个力呢，还相对来说要走一段的。但是这段力呢，它这个里面的这个撞针呢，它有没有这个弹簧的力呢？其实也是有的，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，看这个地方没？这是完全放松状态。当它这个附近簧给它完全复位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大概这么长的距离。这么长的距离，如果说这个你的底火比较硬的话，兴许它不会走火。但是如果说你的底火比较软的话，这样的距离，如果说能够解脱，然后加上你的这个保养不到位的话，它可能卡在这里了，对吧？它没有正常复位，而且卡在这里的话，它也有可能造成这个走火的风险。所以这就是我上一个视频我说西格少尔320一样，就是走火绝对不是某一个部件出现故障导致的，而一定是2个、3个或者更多的这个部件出现问题才会导致走火。这就是我说的格洛克也一定要注意保养，因为它没有这个附近的弹簧，看到没？它卡在这上面就卡在这上面了。如果说这个东西卡住了，对吧？刚刚那一点力一弹，就有可能会激发你的这个底火比较软的9毫米子弹，所以这个是大家也要注意的。就是格洛克虽然说它很神，但是也一定要有保养。好，说回来到下面啊，下面的话就是刚刚讲的，它这后面呢是先要勾一段的这个击针，然后才释放，这一段是释放的过程，往下滑，然后呢这个钩子就从这个表面这样滑下去了，然后它就释放了。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格洛克和这个320从这个最本质上来讲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啊。所以说也没有必要说尬黑说这个320有多么的不安全。我觉得你要说320的这个做工有问题，我觉得这样说没有任何毛病。但你要说西格少尔320从设计本身来讲有一个先天缺陷的话，我觉得可能缺陷就是这是最明显的缺陷，就是我居然可以从外力去压这个 sear， 而这个格洛克，大家看到，如果说我的这个扳机保险是卡在这儿的话，我的扳机首先是锁住动不了的，对吧？所以说扳机锁住动不了的话，我的这个 sear 就是这个部分，我是不可能压下去的，对吧？这个力很大的，我是不可能压下去，除非我这个压这个的力大于能把这个东西给折断的力，我这后面才能压下去。当然这个力要非常大，这因为有杠杆嘛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格洛克是绝对要比这个320要安全的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我刚刚说了，格洛克的这个扳机为什么比较烂啊？就是因为你还有一个这个过程，拉动这个所谓的就是我们给它上劲儿的过程，就是给这个撞针上劲儿的过程，对吧？所以说如果说它这个意外失效的话，就比如说这个地方意外失效的话，它的这个撞针的这个力度要比320啊要小很多。这个呢，我觉得这两点啊，这两点是格洛克要比 P320要更先进的地方，对吧？毕竟它是有这个扳机保险，对吧？这个是完全动不了的。那如果解除这个扳机保险，对吧？看到没？对吧？没有碰扳机啊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扳机保险在这个外力下压 sear 过程中呢，它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。但除此之外啊，其实这个设计上，其实大家都大差不差了，只是说某些原因，对吧？1个、2个、3个的原因，然后造成这整个这个走火。所以说格洛克绝对安全吗？也并不是，它也是有这个意外走火的风险的。好，那今天啊，这个320和这个格洛克，我们做一个这个对比啊，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。所以说枪啊，一定要保养。然后呢，说到这个枪呢，格洛克啊，我要做一个测试，什么测试呢？就是我今天拿这个做一个这个保养，然后呢，我打个大概1000发左右吧，然后呢再回来看看这里边
内部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。然后同时呢，我们也来验证一下这个东西的润滑性能、耐磨性能到底怎么样。清洁性能我们上期已经做过了，这个我们看看这个耐磨性能如何。具体擦枪我就不给大家播了，我给大家擦得很干净之后，给大家做一个 B roll。好，仅此而已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